Hello，我係 Stephen Law。咁今日咧就有個粉絲問我點樣先為之係一個好嘅音樂老師？咁其實咧呢個問題咧就好似你拎個200蚊嘅夾板琴嚟問我，嗰把琴好唔好？某程度上我都會答你好嘅。點解呢？因為平啊嘛，咁平都係個優點嚟嘅。咁以下我同你分享個內容呢，就撇除咗平呢個因素，假設撇除咗呢個數字上嘅問題啊。咁喺你揀老師嗰時呢，首先你要揀一個品格良好嘅。點解咁講呢？因為呢，音樂老師呢，根據我嘅經驗呢，佢係會同個學生好 close 嘅，係會對個學生有相當大影響嘅人嚟嘅係。因為你諗下，如果你真係認真學音樂，每個禮拜上一堂，跟住翻屋企每日練翻個零兩個鐘，即係你一個禮拜面好多時間都不斷重複緊同個老師相關嘅互動。所以如果個老師係一個唔正面、充滿負面信息嘅人呢，好大可能會對你構成一定影響嘅。所以要揀一個正面啦，好少散播負面信息嘅人。第二，我會建議你揀淨係教一種樂器嘅老師。點解呢？因為就算係職業演奏家呢，通常佢哋都淨係精通一種樂器嘅啫。應該以我所知就冇乜邊個好出名嘅演奏家係精通好多種樂器嘅。所以如果你揀呢個老師係淨係教一種樂器、精通一種樂器嘅呢，通常呢都有啲保障嘅。當然都有人係精通2種樂器嘅，但係相對地係好少嘅。第三，你最好揀一個有一定彈奏能力嘅老師。唔係話如果你唔彈得就一定教得唔好，但係咧音樂上好多嘢係要示範嘅，好多嘢你可以好難淨係用文字描述。咁如果你揾到一個老師係識得彈，可以示範到俾你睇嘅，咁對你嘅學習會有好大幫助嘅。第四，你最好揾到一個會不斷進修嘅老師，因為咧音樂基本上係冇學完嘅一日嘅。即係我都日日埋頭苦幹研究下有冇啲咩新奇嘅音樂知識可以再學習或者再深造。咁樣你點樣判斷一個老師平時有冇自我進修呢？通常呢，想繼續進修呢，要有啲動力先嘅。一係呢就有演出，一係呢就係有要拍影片。咁如果有一個老師係成日都有演出，或者成日都會拍啲新嘅影片擺上網嘅，咁你可以相信佢應該係需要不斷地進修先可以咁做嘅係。因為如果一個人完全冇晒彈奏同埋演出嘅機會呢，我諗佢都比較難有動力去日日練琴同埋再進修落去嘅。最後一樣呢，就可以同佢分享下，就係唔好太相信嗰啲證書啊。根據我嘅經驗呢，我可以話俾你知，好似有啲人考咗8級，但係其實考咗8級，你個成績係啱啱好100分 pass 啊，定係130幾分 distinction， 係完全唔同層次嘅嘢嚟嘅係。即係如果你就係為咗考個100分啱啱合格嘅話呢，基本上你只要坐定定練考試歌，彈3首考試歌，我諗你由初學吉他開始，我諗你2-3年就可以搞掂呢件事㗎啦。不過我會叫呢種學習係養分唔夠，好多嘢都冇學到嘅，你淨係為咗考張證書過關。甚至我見過有啲老師係考咗演奏級，但係佢係唔識睇五線譜，連彈出嚟啲音樂啲拍子都有問題嘅。所以證書係一個可以參考嘅範疇，但係唔係絕對嘅就。咁以下我再分享少少，我認為一個好嘅老師應該教啲乜嘢俾你。首先呢，佢要有一個靈敏嘅耳朵去判斷你彈嘅音樂係好定唔好，呢個係好關鍵嘅。因為你要喺呢個過程入面呢，訓練你自己嘅耳朵都要好似老師咁靈敏，判斷到你自己彈嘅音樂係好定唔好，從而先可以不斷咁練習而去進步嘅。第二就係要令你有一個好科學嘅學習程序，即係最基本你要學啲咩呢？識睇譜啦，數拍子啦，點樣發力啦，彈線角度啦，用咩關節發力啦，點樣放鬆肌肉等，呢啲係好基本你需要知道嘅。你要記住學樂器呢，最重要唔係你每日練習幾耐啊，當然都好重要啦，而係你有一個好正確嘅練習同埋學習方法。如果你學咗一套錯誤嘅動作，然後你每日練習1000次呢，基本上你除咗嘥時間同埋增加自己肌肉勞損嘅機會之外呢，
你係冇乜嘢得益嘅。咁你話唔係喎？我覺得，咦，咁我有練習過，啲手指都靈活咗喎。咁其實咧呢個情況咧就好似有啲人去炒賣垃圾股票，佢日日都炒，咁可能最後結算嗰時咧，佢都未必輸清光嘅，可能佢仲會有少少得着嘅。但係我又想話俾你知係最關鍵咧，我個人覺得咧，你學習咧要有一個穩健嘅進步。假設量化嚟講啊，即係你聽日進步20%，再下一日進步45%，然後倒退60%，然後進步20%，然後倒退100%，即係得個吉。如果你可以每日穩健進步2%，每日慢慢地前進，好似呢個長期投資咁，慢慢去呢，你最終嘅音樂造詣呢，應該會好過你完全冇系統咁亂去練習嘅。今日分享到呢度，我哋下集再見，拜拜。